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英国将全面转向备战状态，并以战时速度推进国防现代化。根据斯塔默当天发布的战略防御评估报告，英国将追加150亿英镑投资核威慑体系，建造12艘新的攻击型核潜艇，并强化远程打击与网络作战能力。在此时宣布重磅军工计划，英国有着怎样的用意？有专家分析，英国此举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动荡、亚太安全不确定性上升等地缘政治问题，让其产生了战略焦虑。其次是脱欧后，英国希望通过增强军事力量，维持甚至提升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确保英国持续海上核威慑能力的延续。那么，说到英国的海上核威慑，除了近几年出现较多的攻击型机敏型核潜艇，就不得不再提一下战略型前卫级核潜艇。前卫级核潜艇是英国冷战后核威慑力量的绝对支柱和唯一平台。然而，最近一次发生在2024年1月的事件，给英国的核威慑力量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英国前卫号战略核潜艇在佛罗里达海岸进行了一次3x2型弹道导弹的演习试射。这枚承载着英国核威慑基石的导弹，在成功离开潜艇后，却未能点火升空，最终扑通一声就落在了潜艇旁边，场景令人尴尬。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当时就在潜艇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这并非孤立，这已是3x2型导弹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以来时隔8年的第2次试射失败。尽管英国军方在事后仍强调对其核威慑力量充满信心，称其有效、可靠且强大，但无疑这揭示了其海基核力量不容乐观的战备水平。各位观众，今天我们就为您揭秘，作为英国核威慑核心的前卫级战略核潜艇，究竟是一艘怎样的舰艇？它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又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挑战呢？前卫级战略核潜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它被设计用来取代更早的决心级潜艇，并从一开始就被寄予厚望，要成为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新一代中坚。英国自2战后就积极发展核武器，并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52年成功试验了第1颗原子弹，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核大国。随着冷战的加剧，英国政府在1957年就提出了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这成为了英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8年英国空军最后一枚空投导弹退役以来，皇家海军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就成为了英国唯一的核威慑力量。为了确保核威慑的持续有效性，英国自1969年4月18日以来就一直奉行持续海上威慑政策。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艘战略核潜艇在海上执行战备巡逻。前卫级潜艇的设计融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它采用了水滴型舰体，线条流畅，长宽比约为11.7米，略显瘦长。舰体结构为单双壳体混合型，附有先进的消声瓦，水下排水量达到1.6万吨，最大下潜深度可达350米，这有利于其隐蔽性和生存能力。在动力方面，前卫级核潜艇配备了一台 PW22 型压水堆，这是英国的第2代潜艇压水堆，功率达140兆瓦，能提供25.73兆瓦的轴功率。更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英国首创的泵喷射推进技术，这种技术能够有效降低辐射噪声，使其在水下航行时保持极高的安静性和隐蔽性。噪声水平据说约为105分贝。反应堆堆芯的寿命也达到了8到12年。正在研究的 H 型堆芯甚至有望在潜艇服役期内无需更换核燃料。在武器系统方面，前卫级核潜艇的火力支柱是16枚美制3x2第5潜射弹道导弹。尽管导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但其核弹头由英国自行设计、建造、安装和维护。具体工作在英国奥尔德马斯顿原子武器研究中心进行。这些弹头中，高能炸药是英国产，而美国则是提供了3种关键部件。每枚3x2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2万公里，理论上可携带12枚分导式核弹头。但在实际操作中，英国受条约限制和自身政策影响，每艘潜艇通常搭载约40枚核弹头，每枚导弹携带3枚核弹头。除了战略导弹，潜艇还装备了虎鱼和旗鱼鱼雷等战术武器，以及大幅改进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先进的光学潜望镜，具备电视摄像机和热成像功能，拥有全方位的战场感知能力。前卫级战略核潜艇共有4艘，分别是前卫号、胜利号、警惕号和复仇号。他们在1993年至1999年间相继服役，最初设计使用寿命为25年，这意味着他们本应从2018年起就陆续退役，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正面临着超期服役的窘境。
目前平均服役年限已达28年，甚至有潜艇预计将服役37到38年。这种长期加班加点，导致前卫级核潜艇事故频发，备受质疑。2023年11月，据媒体报道，一艘前卫级潜艇在大西洋执行任务时，就曾险些酿成巨火。当时由于深度仪表故障，艇员们误以为潜艇正在水平航行，而实际上它却以危险的角度持续下潜，一度逼近甚至可能超过极限深度。幸亏潜艇后部的另一套设备及时预警，工程师们才在千钧一发之际拉响警报，避免了潜艇因为水压过大而内爆的惨剧，挽救了140名船员的生命。类似的事故不止这一例。2009年，前卫号与法国的凯旋号核潜艇相撞，2012年该潜艇又发生了核泄漏，2022年胜利号则遭遇了电气火灾。这些故障直接导致英国一度只有2艘前卫级潜艇具备作战能力，这对于始终需要保持至少1艘潜艇在海上巡逻的英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有媒体报道，2023年9月，一艘前卫级核潜艇在海上连续执勤6个月后返回港口，舰身挂满了海洋藻类生物，消声瓦也大面积脱落。这似乎也暴露了英国海军用于轮换执勤的核潜艇数量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英国现役潜艇的巡逻时间被大幅延长，通常潜艇任务时长以60至70天为宜。在过去的几年里，前卫级潜艇的单次巡逻时长却一再突破极限。2021年，胜利号创造了207天的最长纪录，而复仇号在2024年3月结束了一次长达201天的任务。首相斯坦默甚至在今年3月视察了刚刚结束204天巡航任务的前卫号。这种超长时间的幽闭环境给艇员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考验，在狭窄的舰体内工作生活半年多，无法沐浴阳光，也无法呼吸新鲜空气，舰内缺少与陆地家人的即时通讯，只能接收到经过审查的部分信息。新鲜食物很快耗尽，后期只能依赖冷冻或者罐头食品，甚至干燥鸡蛋，导致艇员出现维生素缺乏等健康问题，甚至增加耳部疾病、关节障碍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此外，潜艇部队还屡次爆出吸毒、性丑闻等纪律问题，以及招募兵员困难，进一步加剧了人员短缺的困境。当然，英国并非唯一一个在水下力量投入重金的国家，在当前全球潜艇实力排行中，美国无疑是领头羊。它拥有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等先进舰艇，以及数量、技术和作战能力领先全球。俄罗斯作为传统海上强国，拥有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和亚森级攻击核潜艇，在隐身技术和导弹打击能力上具有显著优势。法国则有凯旋级战略核潜艇，搭载 M51导弹，具有极强威慑力。澳大利亚作为潜艇俱乐部的新贵，正依托美国和英国的奥库斯协议框架发展核潜艇，未来10年投入巨资，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潜艇项目。印度也在大力推进自主核潜艇建设，以期强化战略威慑和国防自主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前卫级潜艇所面临的问题更显得迫切。正因如此，美国对下一代战略核潜艇无畏级寄予了厚望。今年3月，英国海军在巴罗因弗内斯造船厂为无畏号举行了龙骨铺设仪式，标志着其各舱段进入总装阶段。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潜艇将1对1替换前卫级，预计从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陆续服役，并确保英国核威慑能力延续至21世纪60年代。无畏级的核潜艇项目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工程之一，它被设计成英国历史上建造的最大潜艇，全长153.6米，水下排水量约1.72万吨。新潜艇将采用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研发的 PWR3 型核反应堆，该反应堆在提高功率、安全性、可维护性和降低噪音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预计可在无需更换燃料的情况下持续运行20年。静音及隐身性能较前卫级提升约40%，高速航行噪音可降至史上最低水平。虽然无畏级仍将搭载美制3叉戟2第5潜射弹道导弹，但是导弹发射数量从前卫级的16具减少到12具。这一改变是为了增强生活区面积，提高艇内生活环境和艇员舒适性。此外，无畏级还将配备45万吨当量的新型阿斯推里亚核弹头，并与美国在建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拟搭载的 W93 核弹头实现技术共享。值得一提的是，该级潜艇将是英国海军首型专门设有女艇员驻舱、卫生间和洗衣间的潜艇。
并配备全新的照明系统模拟昼夜，设有健身房、医疗舱和教学区，旨在大幅改善潜艇的居住环境。无畏级项目总成本约430亿英镑，其中已投入超过100亿英镑。英国政府还为该项目设立了100亿英镑的应急资金。这个庞大的项目预计将带动英国国防工业链的全面升级，创造约3万个高技能就业岗位，并惠及约1500家供应商。但英国国防工业链的萎缩、技术工人短缺以及持续的预算压力，都给项目的顺利推进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当前更具对抗性、更加动荡的世界局势下，英国政府认识到需要更快地适应对手。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今年2月宣布，到2027年，英国将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当前的2.3%提升至2.5%。如果他领导的工党在2029年赢得议会选举，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到3%。这种军费的增长也反映了英国试图通过展示核威慑的可靠性，提升其在北约内部和欧洲安全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在全球核潜艇力量格局中，英国的4艘战略核潜艇勉强维持着常态化运行。相比其他核潜艇大国，英国的核潜艇力量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尽管其前卫级和未来的无畏级潜艇技术先进，但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从3叉戟导弹本身到核弹头的关键部件，英国都离不开美国的供应和技术支持。尽管英法两国在2025年7月签署了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将针对双方核威慑力量开展协调，以共同应对威胁，但这也被视为在美欧关系趋紧背景下加强防务自主的尝试。能否真正摆脱对美依赖，仍存变数。总而言之，前卫级核潜艇作为英国核威慑的唯一支柱，虽然服役多年，功勋卓越，但也因超期服役和一系列问题而伤痕累累。新一代无畏级核潜艇的建造，承载着英国延续其核威慑能力的关键使命。然而，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多重挑战下，这条通往更安全、更强大的道路对英国而言依然充满变数。英国能否克服现有的挑战，顺利完成核力量的升级和转型，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角色？我们将持续关注。本期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